大家好，我是陈老师，欢迎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的直播。这个礼拜啊，真的是台湾真的是变得还蛮冷的啊，变得还蛮冷的事情。说来个电话真好玩，好来哦，就变得蛮冷了。那希望大家能够在昨天冬至啊都有吃到汤圆啊，这样大家平平安安。那还有啊，就是说我们这个礼拜啊，我们已经开始了我们的这个流年的点灯报名活动。那我们下方有我们的一个报名的一个连结。那请各位啊，如果还没报名的，或者你要报名的哦，老师这边都说得很清楚，那你就按照你的需求，我们有这个找件表，我们还有就是说每一个灯种的说明。那你真的觉得有问题的，你再跟微信或者是用 LINE 跟老师联系。那我们的点灯的时间呢是在2025年的1月25日，所以说我们截止的日期呢是1月21日，你多留给老师几天啊，因为那个时候你要采买这些所有的一些科技用品啊。它还有需要摆一些位置啊，其实并不容易，毕竟你要过年前了，很多事情需要给老师多一点的时间，还有整理，因为灯种也蛮多的哦。老师这次灯种做的也是蛮多的，所以是说老师需要很多的师兄弟，很多的调配来帮忙做好这一件事情。所以说各位哈要报名的记得哈，我们有分为在中国版的跟中国以外的，在墙内跟墙外的2个版本。那墙内的话，那当然就是可以使用什么我们的微信跟支付宝。那微信呢只支持电脑版啊，不要问我为什么，因为微信它就不给我用手机版，怎么省都省不过。我也是醉了，我也没办法，他可能就觉得你不是他们那一伙人的关系啊，就没有过。那支付宝的话，那就是电脑跟手机都可以直接去做支付啊，也方便大家来去做使用。那呢，你在海外呢有我们的 PayPal 啊，台湾可以用超商啊，这些都是很方便的，好吗？好，还有我们流年批算服务啊，也是在我们大概同一天结束吧啊，我们流年批算服务大概也会在1月21号，我们同步的就跟点灯一起结束，这样老师也可以准备开始放假了。我也是很需要放假的，好吗？放假也是比较难的，因为我们年后还有其他的活动，所以说呢，大家加油，好吧？好，来，先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哈。上次啊，我们看到整个在美国，还有在这个世界各地一些经济上的一个变化。我们上个礼拜没有谈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在阿根廷。阿根廷这个地方有意思，就是我们一直谈到他2、3次的主题啊，就是在这个阿根廷的新总统，也就是阿根廷川普啊，那电锯的那个家伙啊，他当了总统之后，他们使用的是什么呢？他使用是休克疗法。那休克疗法我们之前有说过啊，就是说他要终结所有政府的开支。包含了说你已经退休的老头老大妈哦，这些老大爷们，你的退休金也得砍掉，医疗看医生啊，不管你那是你家的事情啊，也给你砍掉，我通通给你砍掉，有什么我砍什么。那这就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他都砍了。主要到现在呢，那米雷伊他就职的周年啊，休克疗法也休克了3/4年了，他自己就宣布了啊，国家摆脱了经济衰退。也就是什么呢？也就是说，阿根廷的通膨降下来啊，据说它降了只有2.5%。那国库呢也开始见到盈余，就是说它收进来的税啊，它扣掉支出之后，它还有剩。所以说呢，它现在就变成说，它大破大立，就是说我把一切都毁掉，然后重新建构起来。那么这个它的效果似乎是展现了，它带动了什么？它的民调走高。但是我们要去看一件事情哦，它民调走高的原因是什么呢？民调走高的原因是因为这些人他本来就没有享受到这些国家福利，他也本身也不在这些单位就职，所以是说呢，他觉得是说你砍掉那些有福利的人。哦，那我未来才能够得到，所以说他的民调从这个地方出现。比如说台湾吧，你说砍军公教都是年轻人去喊要砍军公教，就少部分人1、2个说啊，我为什么可以领那么多，对不对？我领那么多，我会把国家领垮。一个老师10年说他领了1000万台币，他觉得会不会把国家领垮？他觉得全部人都跟他一样哦，那他也没不领了，他还是继续领了。他说呢，全部老师都应该不要领啊，就领很少的才对。所以说呢，少部分人他可能他自己的政治理念，他觉得说哦，我还是要支持你这样子尊节的一个措施。但尊节对或不对，其实每个国家的状况是不一样的。但是会去支持尊节的，一定就是说，我现在年轻一代的人，我没办法接受是说，我现在缴的税，哦，那都是给这些老人家去使用，或是给你们看病去使用，因为我没有看那么多。所以是说呢，你这样子就变得是你康我的凯啊，去给这些人使用，就他的民调还是有走高的一个趋势。但是它负重当然还是有，就是说你这些老弱病残，他们的就医的空间就没有了啊，包含他们自己养老金也没有了，所以他们基本上你已经退休的，就已经没有办法去维持他们的生活，有病也不能看。所以说，包含他们的阿根廷的医护啊，或者在其他地方，他就发现是说，很中下阶层的那些弱势团体啊，
还有一些退休老人还有这些一些没办法去做政治上很容易发生的人，通通都被牺牲掉。这对或不对，其实但还是一样，只有两极的方法。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事情就是说，你现在如果可以把你之前已经答应过这些退休人士，你缴这些退休金，你就会有得到这些的老年的照顾。然后你把它取消掉的话，那么你这个政府就等于是一个没有信用的政府。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你今天你答应他退休，你可以拿那么多钱，所以我们之前乖乖缴我们的退休金，然后退休之后我就没有这些退休金，那你要我怎么活下去？你找政府单位说，现在规定就是这样，没有就是没有。那你跟政府言而无信的状况之下，你这个政府的政治还有未来的百姓的向心力一定会变得比较差。这个无信而不立嘛，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事情。所以说他民悦跟他的民调都很高的状况之下，我们就发现了这样子的政府其实你要怎么改革它呢？其实基本上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基本上它自己本身能够让国家有钱的根源，它并没有找出来，它只是我不花钱，我开源不了，我先节流。所以阿根廷现在能做的只有节流，因为它的货币也不值钱。然后加上他之前还曾经异想天开，就是把阿根廷变成美元通行的美元当做他们国内通行的货币，以此呢来去把国家卖给美国，然后他自己就完完全全收美元就好。当然美国不同意嘛，川普那时候就不同意了，拜登当然也不会去同意，对不对？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你说这个国家能不能起来很难，因为他没有拿得出手的东西来让他的国家有一些基本的经济，他们最多就是牛肉嘛。可是你不能只靠农业来去支撑你整个国家。比如说我们讲到了那个俄罗斯它是不一样，俄罗斯它可不可以用农业来支撑它的国家？是可以的。为什么？因为它是世界上横跨欧亚大陆最大的一个国家，它已经世界超级大国，所以它有这样子的实力跟它的服务员，当然它自己也有工业，它也有稀土，它也有核能，所以它也有军工产业。所以这些东西加在一起，俄罗斯它有农业，它可以振兴它的国家，因为它无论在打外面的什么样的战争，跟面对什么样的国际挑战，它的百姓都没有可能会挨饿。百姓不挨饿，他就不会造反。就这么简单一件事，百姓不挨饿，我为什么要造反呢？造反推翻掉我现在所有的一切，这公平吗？当然不公平。百姓都不想革命，会革命的都是吃不上饭的人。所以说俄罗斯不一样，他是吃得上饭的人。说你要他内部发生革命，这个概率是稍微比较低一点的状况。他们自己革自己的命，这个历史上也不是非常多见。所以在这个阿根廷地方，我们就看到阿根廷它所以败亡的原因，是因为它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支撑它自己国家，可以发展它的经济。经济最主要的地方在哪里呢？不是农业就是工业，这两个两只脚必须要去做的事情。但是阿根廷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工业，所以说你说米雷伊他去终结之后，他能不能去改善国家整体的体质，这个东西有难度，除非他怎么样呢？他接受中国的这个经济的侵入说白了是真的是侵入，因为中国势力太强了，强大的能量去插进去的时候，那就变成侵入了。就像美国，它也是入侵到欧洲的政治里面。这个其实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这几年看到很严重的一个结果，未来还会更严重一点。所以说尊节能不能去救百姓，那是有困难这个问题有困难，但是能不能不尊节也不行。所以这个就是变成两难题，就是你不尊节，那你没有未来；你尊节，那年轻人他没有未来。为什么？你觉得他现在说你尊节之后政府有盈余，那这些现在的年轻人他还会不会信任政府？我缴退休金以后，你会拿到你答应我的一个下场，也会有困难，因为我现在让别人没有老无所托了，那以后我老了，我怎么能够相信我有所托呢？那我是不是开始逃漏税？我是不是开始拒缴这些退休金？因为以后也不一定会有啊。那么这个信任的一旦瓦解之后那你的国家百姓之间也会产生一个大的分歧。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呢，我们从米雷伊状况来看呢，其实他真的是想去救阿根廷，但是实际上他是很难救到的事情。但是我们从其他国家来看看，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拿得出手的经济状况之下，他能不能改善他国家自己的命运？比如说我们看到南韩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南韩是一个建立在美军基地上的国家，它从70年代到2020年，也就在疫情那一年为止，它每一年的经济成长率，各位知道有多少吗？南韩从70年代，也就1970年到2020年这些高速发展的时代里面，它每一年可以保持6%的 GDP 成长率，6%我讲的不是中国大陆我讲的是那个南韩，然后大韩民国。每年6%的成长速度，所以说我们看到它的一个财阀进步的非常快，但是我们在疫情之后它将基本上从2022年、2023年开始那都已经可以判断说韩国将会怎么样，它年均的经济成长率将会滑落4%，也就是最多它只剩下2%的经济成长率，而
这个是为什么呢？这当然就是因为中国的工业起来了，取代了韩国的一个工业。比如说来讲好了，因为你现在我们看到中美贸易战，所以说韩国它既然是建立在美军基地上的一个国家，所以当中美贸易战产生的时候，他们一定要靠边站，然后站队，这是一定要的。他们经济仰赖中国，但是他的政治是站在美国这个地方。那么这是他不得已的状况之下，毕竟他是在美军基地上建立起来的国家，说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我们看到2023年啊，南韩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额啊，就直接骤降了78%。经济上你已经必须要去靠中国，但是你在2023年你对中国直接投资直接少了78%，这里面是为了什么呢？当然不只是因为还要站队，第二件事情当然就是因为当时韩国他要在他们的国家里面去建立美军那个萨德系统，导致中国反韩，说他们的乐天啊或者他们其他的韩系的，无论是手机啊或是其他的民间消费的东西都被抵制。所以说他们撤厂的撤厂，然后呢撤资的撤资，这个也是包含在这78%里面。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啊，这个南韩它对中国的出口额还是非常非常的仰赖，也就是说它对它的国家的一个收入来源，很多地方是必须靠中国购买韩国的东西。它最高达到什么地方呢？最高达到了韩国的那个出口到中国的，在他们整个出口额里面啊，占了27%，这在2018年的时候已经算是个顶峰了。那在之后呢，当然就开始往下降。虽然它的出口额度啊最高是27%，但是它的 GDP 的比重，它出口额的 GDP 比重是占他们整体 GDP 的50%，而中国它的输出的 GDP 也就占它20%。说这两个地方啊，因人口含量不一样的时候，就会产生一定的差别。所以说我们看到包含的是说什么呢？包含的是在11月的时候啊，他们的三星、SK 还有现代汽车、LG 等16家韩国企业的社长，在11月21号的时候啊，就上个月21号。他就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这要说什么呢？这韩国的经济是处于非常困难的状况，还陷入难以摆脱的泥沼，尤其是各国正在全力支持尖端产业，还包含了 AI 等等之类的，但是他们自己是没办法做出来的，不是没有做出来，是他们很难去赶上。为什么呢？我们从另外一个地方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啊，现在在韩国他们有所谓的电动的公车，这是什么样？就是乘坐使用的电动车的市场。根据这个南韩他们自己的一个调查，他们有1/3的电动公车是由谁制造的呢？是由比亚迪制造的。比亚迪以前他就做了韩国1/3的电动公车，那这就代表什么事情？这就代表韩国你本地要去生产这一些电动车的，不论是电池或是它的一些功能，或是它的一些完整度，你现在是不如中国。不然的话，以韩国这么爱买国货的状况之下，他为什么要去买比亚迪的呢？就是很简单，我自己做出来的，它的成本远远高过于我买回来的。我做的成本都已经比我买回来的高了，那么我怎么有办法继续做下去呢？因为资本主义嘛，他们是属于资本主义国家，所以是说呢，我这种会亏钱的事情，我当然不能做啊，不然你怎么当霸道总裁呢？对不对？要当霸道总裁，你就得挣钱，钱怎么挣？除了压榨劳工之外，就是什么？就增加利润。好，这我们上个礼拜有所谈到了，所以他就必须要去降低它的成本，就是直接我从中国我就买了比亚迪做的一个电动巴士，然后来我的韩国里面去做使用。所以在这个状况，我们就知道他自己的实体工业已经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承载他们自己国内的所需，因为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说工业它一旦没有可以拿得出手的工业的时候，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就陷入了危机。所以老师一直在说，这工业为什么之所以重要，它是一个国之大器。你没有工业，你其他事情都是很难去讲的，因为工业就是我们日常生活所需要用到的。因为现在不是农业时代，农业时代的工业也很重要。比如说一个村子里面，它一定要有铁匠，一定要瓦匠，对不对？一定要会有这些木匠，这3个匠是一定要的。为什么？因为这3个匠是他一定要百姓一定要需要用到的东西。你的瓦匠他还必须要做到砖瓦之外，他可能还需要做到瓦盆、瓦碗瓦罐这些东西都需要瓦匠来去做。那你铁匠当然你要打铁这些东西，所以在过去啊，在中国的一些传统农村里面啊，就是封建王朝一直下来啊，很多的铁匠、木匠、瓦匠都是什么？都是世袭制的。你煮饭的厨师你不一定会世袭，因为你还有学徒，你还有跑堂的但是这3个匠，铁匠、瓦匠跟木匠，基本上都是世袭的。一个村子里面，你爸爸是铁匠，你基本上你就不能改行。你一改行，那村子里面人的锄头你要去哪生，对不对？你的一些斧头要去哪生，那你就没有农夫跟樵夫了，对不对？那是不行的。那你少了瓦匠，
那也不行。那你少了木匠也没办法，房子都没办法盖了，对不对？吃穿用都没办法去做了。所以这3个匠就变成世袭制很重要。所以它现在不是的，对不对？现在工业就变成我一人之为用，百工斯为备。我们一个人所用到的这些工业产品啊，都是各种各样、五花八门都有。那么这个东西代表什么？代表人类需要，人需要的东西它才有市场。对不对？这个东西啊，老师跟各位额外去跟各位讲一件事情，很多人就说老师我怎么赚到钱？那为什么我赚钱都留不住？我就很简单告诉你一句话：你要赚钱，代表你要赚钱，你对钱有这个渴望，代表你有这个欲望。你有多大的欲望，那么你就代表是说你要负担多大的成本，这个是2个是一定的。那你要赚到多少钱，你得满足别人多少欲望，懂老师意思吗？你要什么东西，你要有钱，代表你要满足他人的欲望。你满足你的客人多大的欲望，你就可以赚到多少钱。那你有多大的欲望，你就得花多少钱，有没有很公平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人生之中啊，你一直觉得钱不够，那就是你欲望太高，就这么简单。你想要的太多，而你得到的太少，你就觉得你很穷，就懂老师意思吗？但是你为什么会有钱？那当然你可以，第一个是知足，第二个就是什么？我有能力满足很多人的欲望。所以说我满足别人越多的欲望，我就赚越多人的钱。我满足这个人很大的欲望，我就赚很大的钱，这有没有很公平？所以这个其实这个之前我们在5年前讲过钱的本质啊，现在应该要重新再写一次了，不然呢过去的品质也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发现这件事情之后啊，那工业也是一样，工业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求而存在，它可以满足多少人的需求，它可以赚多少钱。而中国它的工业就是因为他们很多的中小企业，所以他们可以满足很多人的需求啊，这个就是很特别的一个地方。所以在这个状况啊，包含的是说，在韩联社他们自己也有在讨论这件事情，就包含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不断的增强，中国的国货消费热潮持续上升，也就包含了什么呢？也就包含了就是说，这个中国他们所做出来的小工业品正在回头倾销到了韩国，而韩国能不能拒绝很难，因为他们现在自己制造成本太高了，韩国自己制造成本太高了。所以说他必须直接买中国东西实在。我们讲个最简单的例子，这个在抖音上面一定看过，脸书上面一定看过，是什么呢？韩国在吃的泡菜，80%的大白菜那是从中国进口的，中国山东大白菜所进口的。而且到最后，我不是这里买白菜了，而是韩国要买泡菜，直接跟中国那边把泡菜腌好了，送到韩国来卖。我就不做泡菜了，因为大白菜也得跟你买，那有些原物料什么辣椒，搞不好你得跟你买。那么既然要跟你买，那我不如在你那边腌好，然后你寄来给我就好了。因为泡菜它也不是什么很神奇的工艺嘛，对不对？它是一个在中国或者在其他国家，那是一个小菜啊，真的是小菜。那不知道为什么在韩国那变成主食，有时候我也觉得很奇怪。那这个真的是很奇怪，可能地理环境的问题了。所以说，如果他们连农业你必须要仰赖中国的进口，那工业当然也需要中国的进口，而自己生产的成本太高，因为我们知道在韩国他们的一个基本工资是比周围的国家可能只比日本差不多，水准差不多而已，那比台湾高啊，跟香港差不多，然后呢比中国高。但是这么高的状况之下，你请人做工业，你是不是就划不来？划不来，你是不是直接买中国的更实在？同样问题到美国是不是也是一样？美国的工资这么高，不断的往上涨，但是怎么样呢？但是你为了要 mega 啊，为了让美国更加伟大，你想让制造业回到美国去有用吗？是没有用的，因为你的成本跟不上百姓的需求，百姓要便宜好用的，我才能够显示出来，我工资涨了，我可以买到更多东西，我的幸福感有提升。一样的1块钱美元的购买力，我可以买中国商品买3件，但是我可能买不起美国制的商品1件。那么这个时候，当然你把工厂集中在美国的时候，它也没有办法激起美国它的经济的重振，因为你没有拿出手的工业来让大家来去购买你的东西。过去美国其实是可以做到这一件事情的，怎么说呢？在中美贸易战之前，中国是高度仰赖美国的各项的一些智慧型商品的服务，也就包含了在中国所有的手机啊，你不是用苹果系统，就是用安卓系统，当时是没有鸿蒙的。所以说，光这个 Google 的安卓授权的金额就非常的高，也包含了什么安谋啊，就是他们要写那个半导体程式的安谋，那还有包含了一些晶片，这些东西都可以由中国大量的去跟美国去购买，
来去取得他们现有可以用的。为什么？因为在过去中国没有能力做这个东西，我自己研发出来，只研发出来一个紫光这样子的一个套利的公司，它基本上变成一个资本盘啊，跟那广西那个资本盘是一样的，基本上就是一个骗局。对不对？大家都把钱投进去，然后呢，那个老股骗新股，新股再骗下一个新股，大家变成一个什么资金的直销链一样。所以那些人被抓起来是刚刚好而已。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晶片成本是高过我直接买一个晶片回来，所以说中国会高度仰赖美国。那美国就会因此而赚到很多钱，那软体钱，还有法律跟会计啊这些高端的一些智慧型服务的钱。所以之前美国是可以妥善的在中国上面赚到很多很多的收入，外汇收入也包含很多大会计师事务所等等之类的。但是你一旦做了中美贸易战之后，这些人为了要制裁中国的逆差，所以是说他就必须停止对中国这些的输出，也就包含了安卓系统啊，接下来就变成被强制换为什么？换为鸿蒙，然后晶片也被逼得中国必须要自己做。所以说，当美国没有这么多的能力去生产替代中国商品的时候，你就断掉跟中国的往来，甚至给它课以高额关税，那么受伤的，我们这几年看下来，是不是如我们之前所说的，受伤的一定都是美国，因为你自己的成本过于高昂。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看到中国为什么未来比较难看衰的原因，我们可以从《纽约时报》的一个报道里面看出来。《纽约时报》它这个研究发现啊，中国大陆所生产的汽车占比，按照全世界的占比啊，它从1%飙涨到现在的39%。你要说成长39倍也行，但是，这个39倍你还能再成长39倍吗？这就有点难。好，所以说呢，它在全球市场的一个新车的占比率高达了什么？高达了40%。39嘛，我们近似于4。但是他们认为啊，这是一个违反公平的竞争，也包含了说他们因为有政府的补贴，还有他们的税收优惠，还有低利贷款，还有电池技术的巨额投资，所以这个造成了什么？大家竞争的不公平啊，所以说应该要制裁中国。但是这四个条件是不是每一个国家他在培养他自己想要扶植的产业的时候都会做的事情？其实中国很简单，它就一样画葫芦嘛，对不对？你补贴那个英特尔，那我就补贴我们自己的嘛，对不对？我就补贴华为，我补贴中芯国际。那税收优惠，台湾台积电也是享受了很久的税收优惠，低利贷款那更不用讲哦，各国都有对这些高尖端科技会有一些低利贷款。那还有电池技术的巨额投资啊，电池嘛，这个当然宁德时代还有另外一个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总之不是集约，集约已经倒了。就在这个状况之下，中国它就透过这些快速的工业能力，它就开始对外去输出。所以说啊，在这个我们看到上个月啊，全球电车销售量按年升啊，它是增加到32.3%，也就是现在替换油车它是一个趋势。电车它要替换油车，现在已经变成一个趋势，但是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够接受，因为电池它有续航力，还有充电的问题。但是石油呢，它是可以怎么样呢？可以像快速换电池一样，油花完了我就直接再灌油进去就可以了。所以它会替换，但是不会那么的快，大概还需要至少1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看到这个什么电车会慢慢取代了油车比较大的幅度。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讲，好了，像台北吧，老师的工作室我们设在台北市东区。也算是台北的市中心了。那么现在的台北市东区啊，在很繁忙的时候啊，那个车子的废气味还是很重，但是呢，它已经相对于过去几年，因为老师在那边10几年了，跟10几年比起来啊，它已经减弱很多了。为什么？因为汽车很多他们都变成油电混合车，现在出来很多人直接买油电混合车，因为他不相信电车，但是呢，我只用油车，我成本也不会太低啊。那我不如我买个油电混合车就是怎么呢？我低速的时候我是用电来去跑的，比如说30公里以下是用电来驱动。你在城市里面等红绿灯30公里那个是很正常，慢慢滑出去嘛，因为塞车就是这样子，你本来就动不了。那你在高速行驶的时候，现在好像到50公里了那50公里以上，它就启动它的一个发动机，然后它开始高速行驶。那这就变成是说，你的城市里面，你的一些二氧化碳或是一些空气污染也就降低了，噪音也降低了。当然，百姓可以省掉的一些油钱也增多了这个是一个趋势。毕竟你充电跟加油比起来，人家说充电没有比较划算呢其实还是有啦，因为一个是钱你现在就支出去加油，另外一个是呢，我把钱省下来以后换电池。但是换电池说实在，老师有去中国每次去网约车的时候，都有跟那些司机稍微讨论一下他们的性价比。很多的司机都说我这车子开5年了，我现在丢在路边了，我都还赚钱，因为它的成本已经开回来了。
所以它现在目前还是电池还是以5年为主，但是呢5年之后你报废，按照你这些摊提的成本啊，其实不见得亏很多啊，除非你买很贵的一个车子。所以说啊，像现在川普他在明年的1月啊，他的上任就要开始了。上任的时候啊，他就因应这个关税2.0的状况。2.0是什么样呢？就是说他要对中国提升更高的关税。那么在这么高的关税之下，那么是不是中国就没有办法把电车去销售到其他国家呢？其实也不一定。我们看到比亚迪哈，他又做了一个很丧心病狂的事情。什么丧心病狂的事情呢？他在11月26日的时候啊，有传出来一封电子邮件，也就是比亚迪告诉他所有的供应商，你们必须在明年给我降低10%的售价。也就是说呢，我跟你买，我一定给你先打9折，其他什么都不讲，9折起，对不对？能更低当然是更好。那这是不是丧心病狂？那真的是有够丧心病狂的。因为这样子会降低你的毛利率，你降低一些周边企业的一些毛利率啊，其实对他们整个经济是不是好事啊？这个就很难讲，因为低毛利率啊，你真的是真的是丧心病狂啊！这个不能说他每一个人他们是不是都有那么高利润啊？其实有些是比较难啦，那个比较难的一个事情，你周转度可能就会比较困难一点啊，所以这个是有一些争议的。说比亚迪它现在不断的是怎么？不断的是在对外去输出，也包含对了欧洲，也包含对了到非洲这些国家，不断去输出他们自己的电车。而这个里面当然是有中国政府的影子，就是说我帮你基建，但是你们要开放给我的东西卖到你们国家去。而这些国家本身自己就没有什么，没有这些汽车的工业，那买中国的电车当然就是比较便宜的。而在德国，他们就会有一个叫做雷诺的新款的电动车啊，他们型号叫 R5，它的售价就是2.5万欧元。那这个比亚迪啊，它卖的价格是比较高的啊，它大概是2.5万到3万元的欧元。但是呢，你雷诺汽车出了2.5万的欧元，就是说，我跟你打价格战嘛，你喜欢打价格战，我也跟你打价格战，我就是超便宜。那你卖进来反而就比较贵，因为我还要加你10%到20%的一个那个关税，所以说你原来卖3万元的，你后来可能变3.6万元，那对他们来讲一定会买便宜的。但是问题是在哪里呢？问题是在于是说这个叫什么雷诺的这款车，它的一个性能啊，其实大家有去做评比过，它整体的性能跟它的一些配件啊，并不能跟比亚迪去相比，所以说这个是不是能够完全的狙击比亚迪在欧洲，尤其是在德国的汽车销售，这是抱持一个问号。可能可以成功啊，可以瓜分掉一定的市场，因为能够买便宜的，我就不买贵的，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比亚迪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第一个在德国的或是在他们其他欧盟的对于中国的关税提高之后，它是不是能够继续开疆拓土，也包含了是说什么呢？也包含是说它自己能不能在非洲地方做得好。那这个地方我们就要考虑到，比亚迪它这样子一直不断的开疆拓土，对他自己有没有好事呢？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好了，特斯拉应该是比亚迪的一个头号对手，因为特斯拉是目前最优秀的啊，目前我们所能知道第一个，也是算是真的是争第一名的一个电动车。那么特斯拉卖一部车子，我们要知道它的预定的毛利率是多少？特斯拉卖一辆车子，它的预定毛利率是40%，毛利就40%。但是比亚迪是多少呢？比亚迪卖一部车子，它的毛利率只有15%，所以说你就知道为什么他要让供应商去降10%的成本，因为它的比亚迪自己的毛利率就已经是割喉战了，我就只有15%的毛利率，那等于说他要为什么？他要为的是抢市场，不怎么挣钱的，为什么你还去抢市场呢？因为你开习惯了，你就会继续开他的这款类型的车，因为一般人他只要开习惯一种车，那么他常开。那么他就换车的概率就没有那么多的想法。比如说呢，像老师我开过宾士我也开过 Toyota， 这2个状况之下，我比较不会考虑第3种车，因为我看过宾士，要么我发财了，我再开一次宾士，对不对？要么呢，我就下台车我继续换 Toyota 的，因为台湾没有比亚迪嘛，对不对？台湾也没有小米苏7嘛，是不是？那特斯拉我买不起嘛。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如果我还要换车，那么我就可能优先去考虑什么 Toyota 的油电车。因为它的性价比比较符合我，那不然的话，我真的比较有钱了大家多关照我一点呢，那我可能就买宾士的油电车所以说这个开车就变成一个习惯，因为我习惯它的操纵方式，我习惯它的系统那就会有这样子一个趋势。所以当你去抢市场的时候，别人先入手，他就开习惯，他以后以你为主去做。比如说老师的手机吧这几年我一直买小米的手机，因为我之前买一次苹果用了很久但是后来它坏掉了，我就用比较便宜的，用小米也发现也不错。用到现在，我做小米系列的，我说现在旧手机都还有3只，就知道我用了很久。
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比亚迪还一直不断的去抢市场，抢市场就导致了什么呢？抢市场就导致了是说，比亚迪它在今年9月它的销量逼近42万辆，它就已经可以是说它是在中国大陆里面它是第一大的汽车品牌，它就已经得到这个龙头了。但是所有中国的汽车都会成功吗？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吉悦汽车，它就倒了，对不对？倒了，最后本来连薪水都付不出来，后来谁付的呢？百度说要他去付，因为百度是他大股东，发不出来的原因就是因为百度撤资嘛。那到底为什么撤资？这个内幕我是不晓得。但是呢，毕竟这些大公司都撤资了，一定有他们的道理，不然他们花那么多钱，总不是为了撤资、为了赔钱而去做的吧？所以这个里面也是蛮有特色。而另外一个部分呢，也包含的是说，刚才讲到小米啊，小米的苏七 Ultra 它的量产版也开始去做销售，所以他们开始卖这个商品的时候啊，卖这个车子的时候，我们之前有提到，它是一卖就突破了3680台，但是呢，后来好像还有很多退车了，后来好像有很多退车了。所以说这个状况就变成是说，小米它是不是能够去跟比亚迪去竞争，还是呢它要做出差异化的行销？也就是说呢，它这个小米 Ultra 它是比较贵的，那华为现在卖车子也是比较贵的，所以中国的汽车它现在不是只要做低端的一个市场，而是中端跟高端的市场，它都想把它挤进去。而低端的比亚迪它讲走泛用性，那中端的小米啊，它讲走了性能性，那个高端的华为现在好像最新的那个也是100万级以上的电动车。那么它讲的就是它的一个整个配套是豪华感、一个奢华版，所以这个东西就变成是说百家争鸣的时候，那对于消费者当然是比较有利的。再来就是他们自己的歌喉战、自己卷自己的状况也是会有的。所以说我们上周有谈到，就是说 BBA 也就是宾士、BMW、奥迪，它现在所降低的市场是比较多的，就没有办法从中国这边给获得很好的业绩。那这个东西会不会就是说他们因此而去加大对中国的制裁呢？如果因为这样子加大中国的制裁的话，那么他们也必须享受到中国对他一个农产品的或是红酒或其他东西的制裁。说对等制裁状况之下，你为了车企它的业绩被减损掉而去制裁中国，那么中国就制裁你的农民。那么这个事情其实伤敌1000自损1200的状况就会变得产生出来。所以这中国电动车啊，过去本来拓展欧洲、东南亚的海外市场啊，现在呢，他们也要准备去往什么走？往非洲地方去走。所以说，中东非洲汽车销售部他们就有去做比亚迪的时候啊，他说我不是只满足南非的交通需求，而是提供超越他们所能够期待的更好的汽车。但是在非洲上能不能做很好，其实老实毕竟还是抱持着问号，因为非洲并不是说你是高度的工业化的一个国家，因为他们的一些高速公路啊，比如说高速公路了啦，你光公路就已经挺悬的了。那你公路都不行的状况之下，你开个电动车在那个地方，你去交电怎么样？太阳能加电吗？你除非它那个研发出来，那个车顶放个太阳能，不然我觉得这个电动车在非洲应该是很难好了，那只能变成有钱人的玩具了。但实际上我觉得那是比较难去处理的事情。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老师要跟各位说的事情是什么？汽车工业一直以来都是在近代的各国的经济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也包含日本为什么可以经济大爆发，跟他们的汽车工业，就 Toyota 这个东西是有极大的关系的。所以日本跟美国在谈判的时候啊，这些尼桑啊，或者是 Toyota 跟美国之间谈贸易的关税的时候啊，一向都是重点，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对他们的国家影响很大。一个汽车要去建立起来，它所有的生产链会制造出很多的就业机会，它也会制造出很多的产值。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如果它现在卖不出去了，那么请问他们还能够卖什么？所以说啊，我们看到日本跟韩国为什么说老师一直说未来实在很难对这两个国家看好，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接续的工业可以去提升起来，来去跟中国去抗衡或跟中国去合作。目前他们采取的就是在跟美国站队，毕竟日本是被占领国，它是一个战败国，二战的战败国，所以它现在不能算是个正常国家，它是美国的占领国，所以它能做的事情是很有限的。美国现在也没有像当时二战结束之后，它可以下低效应给它那么多的工业跟订单。是没有办法了，因为日本现在的工业其实在某些程度上面是比美国还要来的强大的。那韩国也是一样，它农业不行，工业已经快被超越啊，因为除了一些特定的工业之外，它绝大部分中国都可以去取代。说为什么他们那个财阀就说他们现在陷入到很大的危机？其实问题还是关键于在你们的政府没有办法做出来一个可以跟中国这种太过强大的国家有可以什么样妥善往来去经济交流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看香港，
香港它现在它本身也没有什么工业，因为过去香港啊，比如说你像李嘉诚起来的那个时间里面啊，香港最大的2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塑胶花啊，第二个是成衣产业啊，现在都没有了，现在过去都没有了。可是香港为什么可以活下来？香港活下来的原因又是成为还是东方之珠的原因，就是在于它有它的金融业跟高经济的服务业。它可以跟中国一起彼此的合作，导致它即使已经被接收回去了，没有这么多的外资去帮他去做一些其他建设，它还是可以妥善发展的原因，就是在于它的背上面靠了一个可以合作的空间。当然，实际上也是因为香港本来就是中国的一个地区，所以中国帮他本来就是应该的。那么日本、韩国就比较难。既要保持自己国家的独特立场，又不能太去跟中国进行深度的合作，因为你进行深度的合作，那么你就得罪了美国。说白了说，其实是这个原因，不然靠日本跟韩国他们本身的观光资源就已经可以让他们创造极大的利润收入，是很可以的。毕竟再怎么样，它也是中国没有的风景，也是不同的风土民情。中国只要拨个几百万人过去。几千万人过去，基本上就把他们国家给撑爆了。说实在是这样。老师以前的办公室啊，在开网络公司的时候啊，我的办公室在台北士林夜市旁边啊。那个时候在马英九的时代，我的办公室对面乌泱来一大堆人。我办公室开在2楼，我那个算是一个半仓库型的办公室。我告诉你，就连在办公室那个地方，我只摆个招牌，我说我这边有在卖手机壳跟蓝牙耳机，然后一大堆游客就会上来买。我也觉得问号。我就很老实跟他们讲，我这个是 Made in China 的东西，你不用在我这边买，但他还是买，为什么？因为从台湾买回去的不一样，过咸水就不一样，这也是蛮有趣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济状况之下，尤其汽车状况之下，我们反过来看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美国有一个产业非常有意思哦，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它跟美国未来的经济是有极大关联的。是什么？美国的卡车司机这个产业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产业。各位你去知道，美国卡车司机啊，是基本上都已经是承载整个美国它的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心点。我们就这么说好了，只要是全美国的卡车司机进行了罢工。他只要进行罢工，那么1周以内，美国的各大医院就没有耗材可以用了啊！那你就更别说你的一些需要纸本的一些邮件啊，或者是你一些物流公司啊，或是不是物流公司，就是一些百货公司啊，或是那些超市，你的货也就没有人去运送了，因为美国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国家。那么卡车司机它是一个高收入的一个产业，但是并不是很多人可以去做，为什么？因为你一出去，可能就是几个礼拜的时间都在这个公路上面奔驰啊，你的家庭一定是没有，那你心里要承载到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孤独感。所以说很多华人啊，他们跑到美国去开卡车，夫妻轮流开，为什么？因为一个不开，那另外一个担心你在路上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第二个就是说你孤独感那么重，那你把老公去开，老婆跟他跑了，那不是也完了吗？对不对？那就很糟糕了。但是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这个职业既然是这么重要的状况之下，那也就代表着美国它本身的对内的交通网是很有问题的，因为你只能靠卡车去运输，那么这个事情就很多问题。中国是不是靠卡车运输？是，中国也是要靠卡车运输，但他们的铁路是全部地方都可以到的地方啊。中国基本上你再查绿皮火车，你很多地方都还是可以到，但是。美国不是，你必须大部分的几乎所有的物资产业都必须去跟这些卡车司机去配合，你才能够运行。那就代表是说，你要付先修路这个东西，货畅其流，在美国的身上，这个事情就变成一个硬伤。而美国为什么不能大量去建设这些公路或是一些铁路呢？因为不划算。第一个就是气候多变，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当然就是在于他们人口不这么多。这么大一个美国的一个国家，他们的人还不到4亿人。如果你连4亿人都不到，那么你去建这么多路，那你给谁开呢？对不对？你就变成你只能有一般的一些公路，你不能有这些高速公路，或者是你一些很广袤的一些铁路，那就比较有困难。所以他们的铁路、他们的地铁，为什么2战以后基本上没得新增？因为他们的人口新增的也有限，所以他们在做更多的时候，他们能够服务的人也不多。那按照资本家立场，大公司小政府的状况之下，那你去拓展这些基础建设，你10年20年的亏本，那是一定会有的。比如说台湾吧，台湾的高速公路在盖的时候，都一直受到很严重的抗议。高速公路那个有钱人开的啦，我们一般人百姓，我们是
开牛车的，对不对？我们哪有钱买汽车啊？是不是有个脚踏车28大杠，我就觉得很了不起了。是说那个国民党政府啊，你们就是为了贪污啊，你们是给有钱人去开疆拓土啊，对不对？这个是没有用的东西。结果一高二高你现在没有，你看怎么办？对，他就2条大高速公路嘛，一高跟2高，美化1跟美化3嘛，是不是？没有怎么办？就不行，就是。所以一样的状况，在美国，我们发现卡车司机是他们的命脉，但是卡车司机却不能够被取代。那么这个国家它的内循环那是肯定是有问题的，它的国力发展一定会遇到一个极限，因为你内部网络的不行。我们要知道，中国之所以败给列强，在我们近代史上，中国败给列强，那是因为工业革命，也包含了俄罗斯为什么会输给欧洲，那都是因为工业革命，俄罗斯跟中国没有跟上。所以这2个大国没有跟上状况之下，欧洲靠了工业，靠了铁路、飞机、炮弹，还有一些钟表或是一些民生工业品，完全碾压整个亚洲。那这个俄罗斯更特别，因为它是被蒙古人占领的，所以蒙古人不开放，所以说呢，它就落后欧洲200年。所以俄罗斯人呢，在近代史里面，他们对欧洲是有自卑感的，他们眼睛一直崇拜了欧洲。为什么？因为欧洲比他们先进，这是因为工业革命的问题。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当时是他们的工业革命造成他们的交通的发达，他们的工业的发达，而现在的欧洲跟美国，他们的工业没有那么发达，他们的铁路也没那么发达。那么你拿什么跟要去发展的亚洲比？我们今天不要说中国了，而是在中国去带出来一带一路的这些非洲国家或是中东国家，当他们也有了自己的内循环系统，他们的所有的血管跟神经都慢慢的打通了。那么他们发展的速度难道会比欧洲来得慢吗？然后各位要去知道，亚洲啊，无论东南亚还中东、非洲，很多地方都是富含了矿产啊，很重要的一些矿物，还有一些农业产品。就像在非洲啊，除了那个伊索比亚之前大旱灾，你会寸草不生之外，基本上他们有猴面包树之类的东西，他们并不缺吃的喝的，但是他们就是因为没有好的交通，没有好的教育。还没有好的工业产品，所以他们造进行很大的落后。但是中国如果已经进去了，盖个20年，那么请问非洲的经济跟东南亚的经济，或者其他各国跟中国配合的经济，请问他们会加起来会输给了欧洲跟美国吗？这就很难了，好吗？好，我看各位什么问题哈？不好意思，刚才第一段讲太久了，一口泡菜一口番薯。明年台海安全指数是多少？会有武装冲突吗？概率是比较高，但是我觉得啦，明年年中要先过了那朵乌云了，我算不出来了，就是可能会有比较大的灾害了哦。这个天灾可能是比较容易有的，那过那个天灾，我们再考虑统一的事情吧，好吧？那个明年我觉得挺不妙的啦哦，那一块地方我看不清楚，就是在年中左右啊，那个很难去判断那块云是什么东西，就看不到，我没办法。美国对日本的控制力已经降低了，否则石破茂不会上台。控制力低呢，是因为美国他遇到的是拜登总统，他已经老到一直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我们可以看那个川普总统他的面相哦，其实基本上你看他选上之后，他整个人是憔悴的，但因为很累的关系啊，但他休息之后，他的脸色也是没有恢复前他之前在那个在上一任的时候那样子的容光焕发是没有的。他一选上之后，他整个精气神就衰落下去了。我们可以预期在未来几年，他的智力也是会大幅下降。不是老师跟他有任何意见，而是他到这个年纪了，他不老糊涂也难。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人，他怎么能不老糊涂呢？对不对？他今年也78岁了，过4年之后，他就跟拜登一样老扣啊。那2个老头子去整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的精力反应跟他的压力承载度，绝对没有办法跟他以前去比。那是很难的事情哦。这个人老不是歧视老人，但是老了你就该把这个重要的位置给年轻人去做，这比较正常的，好吗？石破天惊帽，就把天给 OK， 你是鸡缸蛋吗？哦，川普这些不会打贸易战，应该科技贸易制的方式发展啊。川普还是会打贸易战，他必须打贸易战，他不打贸易战，他没有办法跟他的选民交代。那个川普啊，他其实基本上他还是会信守他的诺言，去尝试他去做他自己答应过选民的事情，因为他是做生意的，他知道我今天做出来这个事情，我必须要兑现，我兑现，那么我下次再卖你的时候，你才能够买。各位懂老师意思吗？这个他是商人，他不是政治家，政治家习惯用骗的啊，比如说拜登他习惯用骗的，对不对？做不到就是别人的错，但是川普他是生意人，我卖你东西我就必须有商誉，我要有商誉就很简单。
我就必须怎么样？我就必须给你给你是让知道是说我说到的东西我可以做到。日韩半导体没有这么强日韩半导体没有这么强，不然你要台积电干什么呢？对不对？就是因为它没有那么强，成本方面还有制程方面，其实没办法跟台湾比啦目前为止还是这样。明年中台湾核电厂归零，这个东西就看民进党政府吧。那个伟大的党、伟大的领导人，我们没有他办法。好，感谢 David 王赞助，感谢大家赞助感谢大家赞助。对，感谢 David 赞助好，那我们继续下去我刚才这段事情衍生太久了。好，那所以说呢，我们看完经济之后，我们再来去看一下其他的，包含他们世界局势的变化。我们看到这个德国总理肖兹他的信任投票没有过关，所以说他将要请求怎么样解散国会。那解散国会那状况之下，他要怎么样？他要在明年的2月23号提前国会的大选。也就是说，现在德国能做的事情是不多的。因为他们的权力进行了真空，他们的建设的难度也变高。但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呢，你权力空转一天，那么你的建设就晚一天，你建设晚一天，你市场就少一分。跟德国的事情其实老师有跟很多在德国的一些老朋友就我们的一些粉丝朋友，还有老师的贵客我做一些比较深入的一些讨论。其实他们生活在德国跟我们不生活在德国的感觉是有差的，因为他们自己觉得是物价的确变贵了，但是还不到过不下去的地步。毕竟他们的工资水准一般来讲都比其他国家来的高社会福利也是稳定的，加上他们是禁止炒房的就是说你不能够随便涨房租，所以说百姓的一个基本的水准基本生活是被保障住的。这个不随意的可以涨房租这件事情，就已经赢了许多国家了。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像台湾老师在大安区的办公室那边，旁边就是大巨蛋。大巨蛋现在因为大巨蛋做好可以开始了，所以是说他们房租涨价40%到50%，甚至涨价100%的房租。你涨房租，那你是不是就是想要因为你些店面你生意可能会好，所以是说我要把跟你分更多的利润？那你随意涨房租，就代表是说你的一般的百姓，你的生存会受到了挑战。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你生存会受到挑战，那你生活就变容易不安，那流动率就高，那你对你就业什么东西都会有影响。那么，当你遇到了金融战或是贸易战的时候，你的国家百姓它的混乱程度就会比较高。但是德国跟日本这个事情，他们比较能够 hold 住，就是第一个，你不能够随意的涨房租涨房租那是有问题的违法的一个事情。第二个就是说，你不能够随便的说我不租你滚蛋。台湾可以，但是日本不行德国也不行你要给他一个合理的理由，说你要为什么不租给我？你要给我一个合理的理由不租给我。那日本如果是说你要让这个租客离开你要给他预先告诉一年告诉他说我不给你续约，那你不能续约，但是租客也可以跟你打官司。日本租客可以跟房东打官司说，我觉得我需要住这边，因为我搬走的话对我的生活影响很大，我在这边可能要就医，我这边可能要就学，我这边可能要就业，所以说你不能让我搬走，哪怕你的房子要卖掉了也不行。你不能让我搬走，怎么样？你要保障我的生活，所以说呢，你要让这些房客搬走，你不但要赔他押金之外，你还得给他一笔补偿金，而且你还得帮他找好他下一任的一个住的地方那你才能够把房客请走。所以就变成是说，他们的房价不会因为炒房而让你的房客或是你的房价产生很大的一个波动，让百姓居住则安的时候，那么你的经济波动的水准就会比较低。所以虽然现在还是日本经济虽然还是看衰，但是它下坠的速度并不会是像美国，你路边突然出现了很多流浪汉这不会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基础生活状况被把持住了，所以他们的低是有低的可以承受的范围，不会让他们的国家活不下去。那虽然最近可能在日本发生了一些连环杀人案但是呢，毕竟在日本闹得很大，而它是小事，它是少数的状况会出现。但是同样的东西在美国那就是大事了。为什么？因为房东要涨你租金，那是因为他自己的保险费也涨了。那你自己有房子也不行在美国有些州我不说每个州每个州的法律不一样，老师只能举例出来跟各位去讲。那美国有些州它就怎么样呢？你房子你贷款缴完了，但是你还在继续缴你的住宅税，还要缴你的保险，而这两个东西它的价格是会调涨的。假设你的房价涨了，那对不起，你的住宅税也要涨，那好像1%吧。这个有在美国住的朋友可以提供你们的看法，1%或0.5%，也有2%的。
那么每一年都会随着你这个房价而去增减啊，好像不会减了，好像就会涨。那也包含你的保险啊，还有你的车子的保险啊，都会每一年都会变得不一样。那它一涨可能涨50%，你知道吗？它的税费可能一涨涨50%，但是你可不可以不缴？哦，你可以不缴，但是呢，你不缴的状况之下，银行可以因为你不缴这个税，不，政府他们州政府或是他们的一个市政府，可以因为你不缴这个税，在不经你同意的状况之下，把你的房子给拍卖掉，而且低价拍卖啊，只要他能够收到税就可以了。啊，你说啊，买房子这个缴税不是很正常吗？对，台湾也缴税，日本也缴税，每个地方房子都要缴税，缴终身。你有房子你就得缴税，这个没有什么，但是它的幅度是偏高的。比如说，老师这一栋房子，它可能一年的房屋税是几千块，对不对？但是呢，那再放到美国来讲的话，它就是几十万啊。虽然收入会有差，但是你没有差的地方。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居人得安的状况之下，那德国它那边的所有的一些经济。它虽然它几乎是说他们的一些华裔朋友跟老师讲，它几乎是没有成长的，几乎是完全停滞的，但是百姓还可以过得下去，所以他们的稳定度还是有，但是呢，政治可能就比较差一点了，因为政治是百姓觉得我过不好的时候，我要对你去掣肘，而且包含的是美国的力量也有去介入啊，欧盟的力量也有去介入，导致他们现在政治是比较混乱的，但是百姓还能够活下去，所以说在能够活下去的状况之下。他们国家会不会从稳定中求发展？不会，就变成温水煮青蛙，我慢慢的怎么样衰落下去。而当你要去改的时候，是你已经不改不行了，再不改国家就要破产了啊！破产或者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去维持国内的经济，而变成一个新一波大萧条了，他们可能才会去改。那这个当那个阶段的时候，那怎么办呢？那个阶段谁当总理谁当总统都没有用，为什么？因为政策没有办法一贯性的执行下去。比如说萧兹他这一任就是为了让他红绿灯政府集合大家的各党各派的意见，当时还传为美谈，就是说，这样子的话我绿党也有啊，什么党都有，那么我们可以集思广益，每一个部门啊，因为你们觉得你们做得好，那这个部门啊这个部会就由你们的人去发挥啊，结果不是我左手去卡右手，右手去卡头脑，反正我们三个就是吃不到一锅粥去。那就变成他政治现在的混乱，说政治稳定度跟百姓的居住稳定度这两个东西都是必须要达到的事情。目前能够达到的，大部分的还是东南亚国家跟中国啊，这个事情是稳定度是比较能够做起来。然后当然你说那什么菲律宾啊，菲律宾那个是比较特色的地方，因为菲律宾他们的政治争端里面是有美国的影子去介入的，所以它的问题是比较大一点的。好，那印尼是因为它是马来体系，其实就还好，但是菲律宾它是美国的手深入很深。所以他就只能够去乱，所以美国占到的地方没有不乱的。其实不是我对美国有意见了，但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德国跟其他国家他们要再起来的状况是比较难。所以说未来欧洲啊，你要去发展，你要去念书，在那边想得到什么好东西，你现在是来不及的。好，你要去那边念什么可以呢？老师推荐，如果你小孩要去那边念书的，我只推荐你去念一个东西，叫做硕士。硕士以外的都不要去念了，然后念硕士以外都没有办法去念。大学你念完4年，4年这个时间里面啊，你整个世界天翻地覆的变化，你根本就无法去掌握啊，是真的没办法掌握。博士你更不用想，博士你4年念得完，你已经算是人才人中之龙了。你4年能念完是人中之龙了。老师有很多贵客啊，都是博士，嘿，是真的。老师很多贵客就是博士，我跟他们讲话的时候，我都恨不得我可以立正站好，因为我真的很佩服这些高知识分子的，有些还是研究量子力学啊，或者生物科技的很多啊，还有法律相关、哲学相关的，甚至还有那种终身职的那个古英语的教授，看他们都想要立正站好，好，实在是在他面前我就觉得我很渺小。还有的是双博士的啊，老师也有双博士的啊，都有。那这个东西是你念4年能够得到博士学位，你就是人中之龙，非常厉害啊。我们粉丝很多是人中之龙。但是你念不毕业呢，那你就整的完蛋了，而且你可能念了4-5年，4-5年之后，你整个亚洲跟世界局势的天秤又会歪得更严重，那么你念出来的效果也不好了，因为你要么很顶尖，要么你很水了，那你就回中国念就好了，回到新加坡都很好，对不对？你就不用去欧洲念了，那反正都是水一泼回来的。但是硕士不一样，硕士2年你就搞定了，对不对？你应该去2年，你该学到的你就学到。不该学到的，你也学到了，大概都学到2年的时间取得学位，那你该回来就业，该回来做研发，那2年学完回来，这个是有效果的，因为时间短，但是呢，它的一个含金量是比本科高，比博士低，但是它的时间成本你很能够掌握，
所以你要送小孩出去，在这3年之内，你送硕士可以啊，3年之内哦，你送硕士可以，但是你不要再送他去念，从小学或国中、高中开始念，没有用的啦。自由的味道没有你想象那么香甜啦，你出来之后很难生活了。我真的有些事情真的这样讲起来可能会伤到一些人的心，但是真的啦，你现在去真的一点点好处都没有，除非你一去你就是哈利波特，你是在那边当地的名校就念常春藤啊，常春藤那个例外话。如果你小孩不是常春藤的料，你也别去了，没啥用的。哪怕你是剑桥回来，你可能就特别的系所有用，比如说你是特别的法学系呀，或者是你是特别的会计呀，不然就是高精尖的，不然你还是没什么用。麻省理工学院回来可能还比较有用一点，因为你是理工科嘛，中国现在需要理工人才，好吗？所以说很多人来问老师，是说你小孩子他念书好不好啊，或者移民好不好？完蛋的，你不要想去移民，我跟你讲，很认真的，你去移民都是去完蛋的，尤其你不要往美国去，那肯定完蛋。啊，除非你带300万美元去，前2年我只要说你200万美元就够了。现在你没有300万美元，你去不了，你去也是完蛋，好吧？差一年，你差1年半涨了100万，不要说为什么，因为那个钱在那边，你只能够活着，还不是活得非常好，因为你不是当地人，很多的保险或很多的事情你的成代价是比别人高的，光上学这件事情就比别人高了，你怎么不会跑去贫民窟跟那些黑人去上，what's up， 去念这种书吧？要念好的书，那你也一样，跟中国一样，跟台湾一样，你还是要996，从基教念到鬼教，因为你要念好的学校就是这样，你要得到这样的成果，你不可能用快乐去堆积到这个成果，你可以快乐跟努力并存，才能得到这个结果，好吗？这个老师准备很多的教材，我们后面可以去谈这件事情，好吗？我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哈。关税当然对新马泰有什么影响？影响程度就只有在转手贸易的部分会有影响，比如说马来西亚跟泰国他们可能会变成中国的本来是一些太阳能板或是一些半导体的一些水产地的把他们洗产地的一些地方，但是这个东西可能川普他会把它制止掉，所以对当地的一些产业还是会有一点影响会有影响的，但是影响有没有很巨大也还好，因为真正会去跟新马印泰越去买东西的大部分还是中国会比较多。这个中国还是比较多，所以有影响，但是不会那么大，好吗？好，那个大巨蛋那边小商店那这个各位知道好，那我们就看一下。好，那我们继续下去不然这时间也讲不完现在还能弱一点了，我们下礼拜的节目会比较多一点。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包含的是说乌俄之战现在如我们过去所预料，红军村这个地方打下来跟不打下来，结果已经差不多了。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士兵在前线都已经开始溃逃了，说我直接跑了，我也不打了，要么我投降，要么我就逃兵，对不对？不是投降就逃兵，他已经没有办法去妥善的去维持那个战场。现在乌克兰在撑什么东西呢？实在一句话，他在撑等川普上台，因为拜登不想让这件事散了。而我们预测基本上在12月的时候，基本上会有个象征性的决战。相信我们在这一个月我们会看到在1月初的时候会看到这个之前会看到一个象征性的决战，其实现在已经有象征性决战了。为什么？因为俄罗斯对基辅已经进行了大规模的导弹袭击，因为他去暗杀俄罗斯的将军嘛，对不对？说现在基辅已经被大规模的去攻击了。打基辅这件事情，各位你要去很认真看这件事情，因为基辅是斯拉夫人上岸的第一个城市，基辅对俄罗斯来讲，这是他过去的一个心病。就是他本来其实不应该把乌克兰给割让出去的他不应该让他独立的，但是那个戈巴契夫脑袋就是傻了就其实戈巴契夫应该算上当了，他其实不应该做这件事情啦。但是他毕竟他们的像我老师刚才讲到，他们对欧洲有一个盲目的崇拜，毕竟他们曾经落后欧洲200年因为蒙古人统治状况之下是不允许那些欧洲的一些文艺复兴工业革命第一代然后进入到他们的一个区域里面。所以说这个那个时候他可能是盲目的崇拜的欧美国家，而觉得是说他应该要去怎么样来去配合他们，让世界更加和平。那这时候是一个被骗的一个结果。说基辅这个事情老师一直说他未来打基辅都是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因为打下基辅收回基辅就等于是他们完成了伟大的光荣，伟大的一些夙愿恢复他们的斯拉夫人的荣耀。但是问题就是，他现在如果把基辅又去血洗了一番，不要说血洗就是导弹弹洗，炸鸡蛋一样弹洗了一波之后，那么这个基辅对他们来讲就变成是说，
我可以容你，我也可以不容你。等于说他给泽连斯基的政府做的是什么？做的是一个信心的打击，他的求生意志的打击。因为基辅我都可以把你毁了，那么你有什么东西是值得我留下来的？打基辅，它最大的原因就是在于基辅我都可以旦夕了，你其他地方你不要去想。之前我留的基辅，那是因为他是对斯拉夫人是有强烈的感情。就像紫禁城一样啊，就讲各位理解。以华人的眼光来看，他那个基辅就像紫禁城，紫禁城这个东西，当你去把它打掉的时候，那么就等于是你把你的信仰、把你的精神打掉。基辅就遇到这个事情，打你的车站，打你的这些军事要塞，毕竟它在基辅的土地上面，它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说，现在基辅被攻击之后啊，我们就看到这个泽连斯基他现在已经进退难料了。为什么？因为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进的话，美国拜登一直想把它往前推，但退的话，他又退不下去。包含的是说后面还有其他人，有北约的10万大军等着进去接收他们的资产。说现在乌克兰已经是什么？已经算是一个丧尸了，因为你能够看起来像活的，但是其实你已经死了。你看起来像活，但是你已经死了。后面有北约的大军准备要去分归你的那个乌克兰的资源土地跟你的所有一切东西。那外面你又有什么吴三桂？不是吴三桂，就是那个俄罗斯准备要把你给打到血流成河，哪里进哪里都不是。所以说现在的问题是在于他想赌拜登下台之后，川普上台是不是他可以保护泽伦斯基跟他的党羽可以逃走。差别就是在这里而已。说乌俄之战现在已经不是他谁胜谁负的问题了，胜负已经昭然若揭，只是在于他的泽连斯基他能不能找到一个人可以保护他去流亡。只要他流亡，那么这个战争俄罗斯打的就不算赢。但是他如果不流亡，又被俄罗斯人逮住，那这个事情就是另外一段故事。所以说泽连斯基现在最怕的就是他会不会被俄罗斯的人逮住，或是他被暗杀。那么整个乌克兰的局势会变得一面倒那个北约会立刻进驻到乌西的领土上，那俄罗斯也会快速的去往这个基辅那边迈进，乌克兰就等于名存实亡了，好吗？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真的是蛮糟的。所以说，你说民选制度是不是好？我觉得不好。你就可以选出泽伦斯基这样的人，一个喜剧演员，他怎么可以去当总统？喜剧演员为什么可以当总统？你说老师不对啊，雷根他也是演员啊。雷根他在从事在他党里面从事很久的党职，他是后面有一大票的一些权贵，他是有个政党的机器在去辅佐雷根去做这些事情。但是泽伦斯基不是，他就是靠演戏上去的，对不对？最悲哀莫过于此。你请一个演戏的、没有政治经验的，就只会吐槽的演员，你去怎么样去执掌国家的机器？百姓会服他吗？不服。军队服他吗？不服。怎么办？亡国，一战亡国，就是这样的结果。所以真的是一个还蛮糟糕的一个事情，好吧？好，我看后面有什么问题最后一个部分了，我们稍微谈一下这个给老师5分钟的时间，我们把它谈一下。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什么呢？现在美国政府又即将要开始怎么样？又要开始破产了，也就是他们债务上限已经到了之前他们开会所得到的一个债务上限已经到了，所以是说现在他们美国政府又要关门了就是说他们没办法运行，那要看等他新政府上来之后，要再协商你是要提高债务上限还是怎么样的？但是李川普他自己发言说，他认为提高债务上限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宁愿但是这个状况之下，就变成是说你要是谁来做这个坏人。但是拜登肯定不愿意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我就是要把烂摊子留给你我本来就是要把烂摊子留给你那为什么我要现在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呢？所以说政府关门这件事情共和党里面也有些杂音，比如说共和党里面有个众议员就认为是说政府关门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也不会节省资金，只会造成不必要的混乱。因为你让这些人不上班，但是不代表你重新资金到了之后，你不用把他们没上班那个钱就付出去还是要付的，因为他们只是复工而已你现在没发给他们薪水，他们不上班，然后公共建设关门，公共的一些单位关门，但是你钱到账，你还是得把钱给他们。所以他说的是对的这个众议员叫做罗勒，他说是对的，因为你这个是不会省钱的，你只是把这个事情去 hand out 过去，然后继续去等而已，那个就
就很难了，好吗？所以现在这个美国政府它现在关门的问题其实也不是很大它也不是第一次关了，它也关好几次，这次关完了，下次还会再关。哪一个国家可以让自己的一个国家的预算一直不断的关门？那我相信除了美国其他国家比较少见真的是比较少见，所以他们可能在这2天今天吧就应该开始要停摆他们就今天开始，因为他们到期好像是20号嘛，12月20号，今天是22号，那现在应该准备就要停摆，因为他们时差的问题可能就要停摆了。所以这个关门的时间就从今年的9月决定了到今年12月20号，那可能拜登觉得他可以选赢吧，但是现在可以看出来大概是没有办法了。所以这个一关门大概美国会有怎么样呢？美国政府大概会有上百万的员工，然后美国这种上百万的员工会被迫休假，所以他是休假不是被裁掉。既然是休假，他上班的时候你还是要把薪水给他，对不对？那这些钱包含什么呢？也包含了是说军人跟预备役的可能他们可以拿到，但是退伍军人退休人员可能就真的可能暂时是拿不到。对于美国现在的一个政府来说这会给他们比较大的影响。而在这个状况之下，很多人就说，那现在日本中国、英国都在抛售美债，那这对美国的经济会不会有直接性的影响？其实也还好，因为他们减持的其实金额不是很大。为什么呢？因为各位在看他们减持的时候，你要看他们总金额是多少。如果几百亿的上千亿的那都没什么，因为在公债市场，美债的交易一天可以高达5000亿美元，一天5000亿美元，一天我说的是一天5000亿美元。那如果中国、日本、韩国或者什么各个国家，你去减持美债，一次只减持几百亿，那是真的是没有多少。你减持到1000亿，那也只是这一次减持1000亿，不代表是说他以后不会买回来。像中国之前有减持过，他后来还是买回来，对不对？为什么呢？各位，他为什么要减持美债呢？减持美债不是要去跟美国政府对抗，减持美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要把美债这个不是现金的东西变成现金。各位懂老师意思吗？所以说对美国来讲有影响，但是影响他发债，但是不会影响到他真的伤筋动骨的事情，因为他们只是把美债卖掉之后然后呢变成美元，然后变成他们自己的储备，所以说换来换去都还是美国的资产。所以你说真的完全去美元化，其实从美债的市场来看几乎是不可能，因为大家都有美债，大家都是他的债主。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你去美元等于把你自己手中的钞票变成废纸，那当然是没有好处的。所以川普是说，你说谁不用美元我就制裁他，这个想多了至少在10年之内还不会有人去完完全全的去抛弃使用美元也不会有人不买美债，可能会少买但是你要说完全不买这个目前为止还不会。当然10年之内等他的债务上限、债务破产之后，可能他的状况就不一样。但是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这减持这些美债的就不用太去想太多为什么？因为它本身就是本身的交易量就是很大。比如说日本，它10月减持了206亿美元减持206亿美元，可是一天的交易量是5000亿美元，你减持206亿是什么东西？就不多了嘛。中国减持多少？中国减持的是什么？119亿美元，所以它现在的美债的额度就只有7601元7000多亿美元。问题是它一天交易5000亿美元，这样各位可不可以发觉出来，其实减不减持对于这些国家来讲，对于整个美债来讲，它的影响程度是有限的，只是在于是说我们要去观察的地方是这些国家把它变成美元之后，它又做了什么事情。如果只是回归于储备来去因应整个国际局势的变化，或是贸易战的变化，或是他们的汇率之间的变化，比如说日本就是为了抛美债来买它的日元，避免它的日元继续贬值反正他自己收很多日元之后，还可以让日元可以升一点。各位懂老师意思吗？说减持美债有时候只是把它换成买回他们自己的货币，稳定他们自己的汇率。那美债变成美元，它还是流通的它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说这个用这个去操作，你说你的本身的信心问题就是多的，好吗？我们看事情要看全面一点，看一件事情你就觉得它发生的时候，你觉得事情茲事体大，对不对？但是你把它放大来看，那这件事也就不是什么大事情。比如说呢，小时候对不对？年轻的时候谈个初恋，分手的时候就是老爸晒哭得要命觉得世界崩溃，为什么他不爱我，不爱他，对不对？但是事实上，你活了几十年之后，对不对？你自己成家立业，或是没有成家立业都不要紧。过了30年之后，你初恋就初恋，那反正挺好笑的。回想起来挺甜美的。好的时候很好，坏的时候很坏。那你说再一次，你会不会讲就看把你初恋打2巴掌？也不会，因为时间也就过了，是不是？因为从大方向来看的时候，大事就变小事。但是你把事情特别要摆在眼前的时候，它小事就会变大事，对不对，金毅老师？
对，我们金英老师最近被政治正确，说他现在心情很不好，我等一下想办法安抚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稍微提一下，我们台湾现在教育界是有问题的。比如说呢，金英老师他是在那个大安区某爱国小去当那个家长会，他很辛苦的去跟中国去用30块台币我们去买了一些圣诞礼物给学生，结果呢，这个某爱国小的校长认为上面有打简体中文，因为他后面要说他出场的地方嘛，上面有简体中文，他就说家长会自己花钱买东西给那些学生的礼物，是你们要把它包装全部拆了重包装。为什么？因为上面有简体中文。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教育体系也在追求这个政治正确。如果政治不正确，他怕他自己去遭殃。所以说，即使我们用30块钱买了笔记本什么东西一大套的这些礼品给小孩子，只要有一个不对，你不是学校花钱的，他也叫你全部拆掉，然后也要叫你全部弄出来，因为你这个家长的政治不正确。这是我们台湾教育界，我还在大安区的某爱国小，你看这个校长可以为了政治正确，然后呢就否定了所有简体字的东西，哪怕其他委员也说，你这个新加坡简体字马来西亚简体字不管，你只要看到类似中国字的，你就应该死。教育界，你如果连校长都这么干，那你要看我们学生学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说这个问题，其实对台湾的教育界洗脑还是蛮严重的，这真的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好吗？好，那各位借了太多时间了，最后我们还是说一下台湾会不会抛持美债？台湾会不会抛持美债？不会了，台湾抛持美债也有限了，好不好？台湾现在要担心的就是美国贸易战起来之后，那个美元跟台币的汇率上的问题，会影响到我们的进出口的问题这个事情是比较需要在意的因为台湾毕竟很多东西是需要出口的但自然而然你要看它是AQ法案被终止之后我们还有没有找到替代？不然台湾跟德国一样，我们都是温水煮青蛙，还是有用的，好吗？可以去检举学校有用大陆字的东西，你看是不是？就是有像这种人，就是说他检举大陆字东西，我说白了，你身上穿的衣服翻出来都是 Made in China 的，你手机拿起来哪一个不是 Made in China？ 然后你告诉我送小孩子礼品上面 Made in China 就有错，对不对？那个仇中仇到你没有智商了就没办法，好吗？CPTPP 大陆能加进去吗？暂时有点争议暂时有点争议，可能没有这么容易。但是在钱的面前里面这2-3年可能还会有转机，但是目前有点困难好吗？好了，最后我们还提一下那个我们的一个年末我们点灯法会就包含安太岁、白虎灯、解厄灯、太岁灯、文昌灯，还有药师佛灯等等之类的东西我们已经开始报名了，报名链接在下面。好，那有什么问题可以跟老师联系，但是你要看过网站，知道老师跟你说什么之后，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点了，你再跟老师谈，好吗？基本上，点个太岁灯就可以了。那你家里如果3个人以上的，那基本上你就点那个什么，点1户的这样可以减低大家的负担。因为家里可能5个人的，现在老师家里有5-6个人，那么我就选择点1户，1户的话就是比较便宜，好吗？1户2000块，你全家人都给你点了，因为我们是以地址的方法去点的，那是有差。2户3600哦。好，我不要理他。娘家也要顾哦。好，季老说娘家也要顾，好吧？好，那还有就是说流年批算服务我们也到1月21号那我们这个所有东西都到1月21号，包含点灯，包含了那个流年批算都是这样。好，下礼拜3我们要更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2025年流年风水总论解析。你的流年风水要怎么去做？包含这礼拜3老师会披露一个比较重要的教学，就是告诉你，即使你不懂风水，但是你只要做到一件事情，你的运气不会太差。你只要把握住老师告诉你这个原则，这个是一般来讲我们只教给徒弟的原理跟逻辑我都告诉你了。我们一般来讲是交给徒弟的，我们不会对外讲。但是我今年我告诉你了，道理很简单，但是你做起来，你就算不懂风水，你的时运都不会差到哪里去，好吗？礼拜3记得看我们更新，我已经录好了，为什么不早公布？因为我还有其他的安排，好吗？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我是陈老师，我们下次见。哦。